那个，我想其实这整个的 story 应该龙安进龙执行长 Jim 还在美国参加这个 Mayo Clinic 的这个 startup 的竞赛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哎，其实那个 Mayo Clinic 有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学习哦。那我那时候就在跟他说，一定要找这个机会跟他请教。结果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就接到 Grace 的电话，说今天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当然非常荣幸，也非常乐意哦。那我想这个一手两个重大的喜讯，一个是他们打败全球很多的竞争者，在 Startup 当中 ，Mayo Clinic 总共全球录取了7组的这个 Startup Company， 那可以去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加速器 Accelerator 去使用。当然这个好处很多，这个龙执行长等一下会介绍。那其中有一个就继续使用 Mayo Clinic Platform 上的这个 de-identified 的 data。那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的。那因为我是这个龙执行长脸书的这个粉丝啦哦，我看到他早上也 po 了这个一手已经完成这个300万美金的这个募资了哦，所以他现在是这个破亿的这个公司的执行长。那我想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龙执行长。好，谢谢苏议长的这个引言，然后那今天其实介绍这一个主题哈，是有一点点战战兢兢然后，因为我们懂得我们做生意的内容哈，然后在新创也打滚一段时间，也算是了解。那我们运用他的资料，用到比他爸妈还要了解他啊。但是就说谈就是 Mayo Clinic Platform 这个 Platform Accelerate 这个单位，毕竟我们是参与者哈。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为了这个母校的这个发展，就是我尽可能的几乎是当 spy 一样的我就把这个Mayo 里面几个人过去参加的 podcast 然后前几年的工作然后发表的文章全部都读过了一遍。然后希望说从这用以管窥天的角度来看，说他们在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希望我可以在40分钟之内结束，这样我就可以留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好，那我今天讲的内容我不会再有第二次。那大家如果除了几个比较熟的，就是我确定会给资料的之外，能拍就拍，因为我这资料绝对不能给，我不然在美国会被告死。我们每个人跟公司都有签独特的合约，那所以我还有等一下我会操作，我会让大家直接看到那个就是这个 MCP 的这个实际操作的资料，他们到底怎么用的，就看一下会不会特别有感觉那今天真的就是为了北医而做的这样。好，那 Mayo Clinic 是这个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最佳医院，然后那全美最佳医院几乎应该也就是全世界最佳的医院那每年大概这个营收是100多亿美金那疫情期间没有太大的降低昨天才刚收到那个 Cleveland Health 的这个说也掉了多少钱，那87家医院所以其实很大，那这也就是我们目标想要进的地方那它有多大有多好多品质俱佳，这个就不用我们再多讲那所以它产生的这个 platform 有几个先天上的优势这位就是他的 CEO 然后左边这是我们家的 co-founder Jeremiah。那他的这个先天优势其实我认为有几个啦就是品牌文化人才跟数据的品质。那品牌不用说了那Mayo有一些很特殊的文化是其他医院其实有一点点难学的它的地理位置，它成立学校的这个时间点那它完完全全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个想法那我觉得整个在产生的 MCP 未来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他们擘画的那个梦想其实很大很远，他们想的其实是怎么样把Mayo，因为Mayo在想要跨足全国际已经想很久很久了。那我们在这一次就是这个日商 Crawford Next 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一轮是
台湾亚领头嘛，那 Global Next 也是我们的跟头。那他们也投资了另外一家公司叫 Give Life， 然后我有跟这个非值得的 N 有讲过。那这家公司是 LA based 的 company， 然后做这个医学教育。那这个 Mayo 的 venture 马上就投资它，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说把 Mayo 的这个医学教育手术的影像把它储存下来，输出给全世界。像这样子的公司 Mayo Clinic Venture 已经投了100-200家了，所以他想象的就是我除了因为整个 Mayo 大概一年有1%到2%的医疗服务是针对国际的这个客户那大概70-80%是当地的，1-20%是全美的。那所以他要服务国际的这个客户有什么方法？就要靠就是数位的方法，所以他已经投资在这种数位的这个内容啦，或者是这个医疗器材，投了很多了，还是不够。那我看到的是，他希望透过这个 MCP， 会把这个整个 Mayo 的这个可能是一样，甚至是扩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revenue， 完完全全整个变成是以国际为主的，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野心。那这件事情在开始，真的必须要说，虽然说这个 Dr. John Halenka 是很有名也很重要在这件事情的推手，但是没有 CEO 的这个慧眼识英雄是做不到的。那最后就是时机等一下我稍微讲到那我们去就被当作就是没有的这个 cohort 来对待了那就是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叙述了整个没有的这个文化跟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重点这张照片是那个 Desk C， 那因为没有在明尼苏达的这个 Rochester 很小的一个 city， 那所有的病人特别到那边去，他就是想要得到最完整的照护嘛所以去先挂号以后就什么东西都全部检查一遍，有时候检查可能要1-2天、2-3天在那边住1个礼拜。它旁边的这个旅馆产业非常的兴盛，而且便宜又好，那去那边住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做好。然后刚开始前2天可能全部就是在做病人的会诊这个完全不计成本的把这个病人的问题给弄清楚那有最好的 reference lab 不管是 pathology 或是 lab。那这边有讲一个这个强调合作跟竞争的故事就是因为这样是那个哈佛的教授嘛那所以开玩笑就是开哈佛的这样。他说如果你在哈佛看到就是你觉得你需要一个车位，可以拿下来吗 ？OK 谢谢。那如果你在哈佛看到一个就是你需要一个车位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室友干掉。那在没有的话呢，如果你需要一个车位，你跟室友讲，室友会坐公车然后把车位让给你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过就是他强调的其实就是说这个没有他希望跟大家合作然后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样。好，那这3个就是三个院区，然后在那个明尼苏达，然后这个 Florida 跟 Arizona 的3个院区总共87家医院。那它有一些先天优势，然后它的这个医院的名声等等，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 survey 中间这3家其实都有赞助，然后有提供免费的课程，这个很重要像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 survey 它就是给5个 seat这5个 seat 呢就是最多5个我们知道我们的 cohort 就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只需要1个 seat。那还有 cohort 会讲说我们现在没有资料工程师，所以我临时聘一个这个兼职那你兼职可不可以给我1个 seat？ 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感觉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这样子我们是5个 seat 不够用。那他给什么呢？他给这个云端的运算资源，然后让你可以存取，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它这整个架构。那存取的过程中你流量费一定要给因为它的流量传输等等我们是有史以来用流量最多10倍以上的这个团队。那他给我们的5个 seat 呢是用 A100 4个 GPU 160GB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这个 virtual machine 每个月平均你在 Google 上面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折扣的话，你就是$8500，所以5个 seat 5个月加起来就是$16万免费所以光是这件事情，你光要 run model 要去跑资料等等的，如果你没有这些赞助这个假设我们学校要办这样子的这样子程度的加速，这个钱很贵
哦。那更不用讲说这个过程中使用的软体 Teams 然后这个 Meet 啊 Office 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源。那这个MCP 呢就 Mail 呢，它的几个院区其实跟 Epic 的这个地点有点重复了所以 Epic 其实也把他们当作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有上那个 Epic 的 Airport， 帮他花了好多钱跟好多资源，连跟他们谈一次，他们都要跟我们算1个小时多少钱。那现在进去以后就1 on 1都不用钱，然后呢，而且很乐意跟我们去沟通这样。好，那他们开始电子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那这个数据很多那他们的说法其实是1000万病人30年的数据那我们有点像是抽样资料库300万病人那但是300万病人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长度、强度跟品质都超越我们曾经看过的所有的东西那高品质的人才他帮我们连接的 mentor 都是很好的 mentor 这样那讲一下 John Halenka 的故事那大家是说他住在 LA 嘛然后14岁之前就到这个波音啊、雷神啊这些公司去垃圾堆里面找这个电子零件组合，然后去了解这个科技这样。那据说14岁的时候就已经卖软体给 UCLA 那16岁的时候就骑脚踏车就从北骑到南这样子。那听说现在他也是可以那个滑雪，可以就是横越美国这样子的那我看到的时候身体没有那么好啦，就是因为他已经60岁了这样。那不过还是非常英俊就是整个还是很有能量那现在他已经成为 vegan 已经10几20年了。那20多年来他都在这个Beth Israel Deaconess这个 Medical Center 做 CIO 急诊医师，后来也做这个布希跟奥巴马的国策顾问那后面这些其实就是他在擘画的未来那特别最后这边这一段也讲到就是本来大家认为在203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就全面的 telehealth 然后全面的 wearable 等等的这些东西就被加速了就被完整的被告知说就是必须要用到那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影像，让大家感受一下。怎么没有声音？好，没有声音，那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我的吗？好，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直接连接到，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看到他是长怎样子的人，然后好非常有能量的人。那我们过程中不断就是只要他出现就会有 fireside 的那个就是 panel 这样子就是几乎都是立刻就跟大家回复跟大家讨论的这样。好，那这边有一些新闻大家自己去读啦就是MCP 在疫情期间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那他们先找了这个Anfrance这家新药研发的公司先弄一点这个新闻。那在今年就跟 Mercy 也要合作所以他其实不断的在连接更多的资料，用他的平台，然后继续一起服务那目前已经200多家医院那这边也讲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历程，大家简单看一下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在擘画这件事情然后2020年的时候他开始上任，那上任之后他就开始，其实大概到2021年底才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这些东西这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为了要给我们自己人看的就是准备这样的东西，然后而且他们已经有 Google 的帮助然后资料其实也算是还不错，大概也都花了2年的时间那2年时间做了好多事情就包括怎么把它 de-identify 然后这个怎么把它的这个整个所谓的系统架构给准备好这样子。好，那所以它的价值定位其实就是他希望在这个整个医疗的 ecosystem 里面做一个这个赋能者的角色所以它有4个这个产品分别叫做Gather 然后 Discover Validate 跟 Deliver 那我们这边会用到的就是加速器范围就是这2个那它这个 Gather 就把资料收集嘛那 Discover 就是它会去这个包括 de-identify 这个资料啦然后甚至是定义说这到底哪样的新创怎样的应用可以用，都是 Discover。那
在我们今年完成之后，其实他们也开始在做 validate 这件事情。validate 其实是整个MCPC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的。他在想象的是说，用他这样子高品质的资料，有点像是模拟，可以让这些已经有 model 也验证有人会喜欢这样子的 business model 的这些产品或者是这个新创呢，可以直接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加速过程中，就他选的加速器的概念，选的过程是你一定会成功，只是你可能3年以后才会成功。那他把这3年的时间把它加速到6个月就成功，就是透过这20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一定就是希望是往那一边，就是我们是落地到没有，然后跟他们那个，不过就是没有是一个很小心的单位，然后包括我们要怎么样用它的品牌，都有一本专门的文件，就是你要用的时候该怎么用啊，怎么去引用。那他不承诺我们，那他不承诺说他会帮我们找 clinical champions， 他也不承诺，就是都不承诺，但是做的很多，比如说他帮我们找的，我们直接给他人名。那他也帮我们就找到那个人当我们的 mentor，不承诺的意思就是我只给你2个小时，这2个小时是没有付钱，而且没有承诺你的。那但是如果你能够引申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本事，这样。好，那 accelerate 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就分下来，accelerate 其实是其中2个部分。那总共就3个部分嘛，就是测试 model，然后找很棒的 mentor， 然后 demo day， 然后找到这个 pilot 的机会，这样。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问，大家觉得资料怎么样？那就是我们大家现场除了4个团队，大概有10来个人，每一个人都说资料很乱，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间不够，很容易宕机，就是这种问题，这样。那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资料其实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算是最整齐的资料，就是看过台湾的那个健保资料以后，就是更 messy 的资料都看过了，就不会觉得这很 messy 这样。那再来就是大咖的2个小时的指导，我们其实这资源多到要去选。我觉得到底哪一个人比较好，哪一个院区，哪一个人看起来比较有学术，比较愿意创新这样子，然后就挑了一个这样子。那他真的会帮我们去努力的去 leverage。那最后的 demo day 也很特别，我们前面看着这个4个就是第一 cohort 1的4个新创做的这个简报，总共做了3次，在我们面前做了3次。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加速器的新创做的这么像平常在那个学校里面做的这个硕士或博士的这个论文这样。他就是当然是要 present 问题，那当然也要 business model， 但是几乎 business model 就是一页快速跳过，过程中在讲比较像是他准备发表 paper， 所以那个 demo day 其实比较多是为了给医生看的，给临床人员看的这样。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demo day。那这个 demo day 呢，他也会找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 demo day 跟整个 conference 结合在一起，等一下会有图。好，那他想要找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团队？这是给比较年轻的团队，或者是他们这 cohort 1里面有一个公司已经大概200多人了那市值应该也已经好几千万美金跑不掉了在澳洲，然后在英国都有开办公室。那总而言之，他想要找到的就是已经有产品团队很棒model 很棒，不缺钱只缺他最后临门一脚这样子他就是努力的挑。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跟他 interview 的时候，他没有要我们 pitch， 他只问我们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你处理资料能力有多少，你对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合理，那你处理资料的经验是怎么样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 interview 的经验这 interview 完全就是为了要找到他的 perfect match不是要找最棒的公司，就找最适合的阶段，最适合的题目这样所以就只差这个 top tier 的医院认证。天哪，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好，那这个 Discover 是这样，它这张图在比的就是这个是健保资料库，那这是那个它的资料那健保资料库本身就有一些缺点嘛
它是这个是以这个为了申报为主的哦。那美国健保资料库比台湾的更糟哦。那举例来说，美国的门诊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有用药的资料啊？为什么？因为用药都在药局，所以你既然要做这个申报的话，医院端哦，或者是这个诊所端，他只想要把他的这个看诊费哦，还有这个诊断把它打进去。那他开的这个处方开什么药，不干他的事，他去申报，他不是等着被核退而已嘛。所以这些申报的资料这些药品的申报全部都在药局，可是药局就有一些问题，地点也可能会跨州，会不一样，有可能会晚几天有可能就不买了。那像现在有这个 GoodRx 这样子的网站，他可能直接用非健保的钱买，还比健保来的便宜，所以非常非常乱，你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资料。那 CMS 的这个门诊资料找到的是什么？就是有一点像急诊的资料，就是他已经跑到医院里面去，一定要由医院来开药，那他也会接受，那当然就是急诊或是流关这种类似的状况，所以那些资料可用度很低哦。那再来就是譬如说这个健保数据的这个诊断码是有限制的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个早期的健保数据是3个诊断码，现在是门诊大概是5个9个类似这样。那我们在 MCPA Mentor 跟我们问的是，你们如果是用这个美国的这个数据的话，诊断码只有25个哦，25个够吗？我想说台湾是只有3个。好，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换个角度来问，然后就是像我们现在台湾有另外一份很棒的数据，这个可能会是未来的机会，就是健保的每日上传，每日上传是没有那个诊断码数量的限制的，那而且有检验检查报告等等，所以每日上传就已经不算是 claim based data 了。好，那他这边说出来的各项数字大概在这边，然后lab test 多少病人数量多少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数据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到底是多少。好，那 de-identify 就是像 John 这样子的这个学者做在这个医疗咨询界做了这么久，那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想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几乎都有学生做过。那这个 de-identify 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用他学生跟他发了一篇 paper 来做那 de-id 如果是这个structured 的 data 就hashing shifting等等。那如果是 unstructured data 呢，就用他这一篇 paper找到的东西，把名字给去掉，把体重加一点点然后把年龄加一点点，类似用这种方法去做 de-id 那如果他们这样子等级的医院的 clinical note 都可以这么大方的释出，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起了一个这个领头羊的这个作用很多医院觉得 clinical note 很怎么样，其实是这边就可以参考了。好，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cohort， 那可以体会一下说他想要找的是什么样子的单位一个一个来看。那这个这个顺序不对Quadrant Health 是做这个 prediction 他就用这个 lab还有一些这个vital sign 去 predict 你应该要有的这个诊断，跟我们有一点像，但它其实是比较多为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好 ，ScienceIO 是做 NLP 我们测过了，不太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 Quadrant Health 听说是四个团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吸引到他们当场的这个 mentor， 而且也真的有在落地的那其他就是时间不够，非常的不够那ScienceIO就是大概就是现在那个 Google 的这个 Google Health NLP 以及Amazon 的 Comprehend Health 的这个竞争对手贵很多。就是还在努力中不过我们也还是希望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合作。Seer 是做这个癫痫的这个 wearable device 那他我们看这些东西，其实要想象的是说，连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个新创都有办法在他们这边做到 validate， 那他资料的这个进阶度有多高那这个是用病人自我这个填写的这个数据，有点像是 intake form然后来帮忙他们去找到
比如说这个 opioid 的这个abuse 啊，或者是这个心脏科的这个问题啊等等，大概这4个团队。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团队呢，我们已经有开始跟这个Soap Health 要合作，那这个是做的是一个 avatar 那做这个family history 就是第一次看诊的这个 intake 那连这样的东西他们都有办法做，关键是什么？譬如说在没有他们过去 intake 专门在做的 intake 的这个人呢，他们是有电子表单的，所以过去他们的电子化资料里面有 intake form， 然后 family history 有专门的流程或什么会去记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它电子化的这个完整度够高就能够做modeling 跟 validate 的工作。他给我们分在错误的群组里面颜色也不对，给他抱怨一下。那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第一天就办一个 conference 那这 conference 因为这样的这个关系实在太好了所以就几乎整个产业里面重要的人都有来。那他在2年前有在这个摩根大通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healthcare 的一个就是那个 venture 的那个 meeting 里面有去号召所以当场来的这个应该是我少见看到这个数位医疗的 venture 全部都聚在一起的机会，然后当然还有医院等等然后的这些那就是完全邀请制，完全免费那很少看到就是加速器的 demo day 要办3天的那就是把它搞得就像 conference 一样这样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他把它办3天的目的是什么？他绝对不是为了那4个新创而办的他的目的其实是 sell 他整个 MCP 的这个概念，以后你们其他自己的团队也可以用我的东西来 validate， 你们也可以来 subscribe 我的 data， 然后或者是由我的 platform 来给你协助。所以他其实在看的其实是很就是在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全部都变成商品，就是变成他的这个 platform 的商品。他的目的是透过我们在用，透过我们的应用能够去了解说哇我的 platform 可以用很多的东西所以可能只占它的1/4、1/10这样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好，那目前上到第8周我们东西已经我们 model 跟那个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总共有20周嘛那现在上到就是 Epic 来开始帮我们上课拿一些 FDA 的等等的一些东西那过程中就是希望他这些课程都上。那我们已经算上过蛮多这个加速器的课了所以兴趣还好，主要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也认识一下这样子。好，这是系统架构。等一下我们应该会有空就是快速看一下它这个真实的状况那他把它叫 data behind the glass，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只能够看，你操作算就是弄成 model 的全部都在你看得到但是摸不到的地方东西只能进不能出，而且只能进的东西要经过它审核，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健保现在在用的东西有一点点像好，那30年这件事情其实到大家都会有就是30年来不同的资讯系统在不同的年限不同的地点都会造成这个资料变得很 messy所以这就是 messy 的主要的一个原因。资料的长度也不一样，编码也不一样，那你会看到同一个病人在不同的地方有重复的 ID 然后系统的名称也很乱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都还好就是你知道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后面的趋势啦这个有点冷门就是如果要做像这样子 data behind the glass 的一些工作全部都上云这些都就是这样子的工具是未来的趋势那这些名词就是有待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等一下我们开那个 VM 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说看得懂多少。那他们有专门的这个资料，他已经算是就是研究员等级的人在服务你所以他每个星期有
2次的 IT Office Hours， 然后1次的 General Office Hour， 然后还有1次的 One-on-One， 就是抓说你每周的这个进度有没有达成你的进度，这样那用这种方式来确定说这个新创都有在做该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给你一些 sample，就告诉你说过去我们有人做过 breast cancer， 他的这个资料你可以直接拿来打开，资料就在那边，类似这样子。好，第2份那这一份讲完以后，我就快速的 demo 一下我们的东西然后这开放问题让大家询问好，那所以我们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呢就是其实我试过很多不同的那个在疫情期间像那个 Cedars-Sinai 然后跟 Techstars 的这个 Accelerator 还有这个，然后还有 United Health 等等的，全部都停开然后这个 MCP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想要办也停了，他曾经也跟 Techstars 要合作过。那我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落地其实有困难嘛那找这个加速器落地最快就是你直接变成他的一员，他变成你的投资者，他会想要你成功。那所以看到他开启，我就立刻去参加，而且刚好参加的时候他们刚关第一阶段，我们事实上是观察这件事，观察了好几个月，一直跟他有互动，所以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东西已经投出去了。这样，那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首先知道一下说美国人到底怎么看我们像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跟 coding 相关的跟 DRG coding 相关的东西美国是 DRG 的创始的发源地那他们这个已经发展到像台湾是 TWDRG 还在 2.0 那美国其实都已经都 APDRG、APRDRG、HCC 各种不同的都已经在办。那到底我们还有价值吗？而且美国这些这个computerized assisted coding 已经做很多年了，市值都是好几个 billion 的公司，所以我们想要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想看一下说大家都说健保资料库很棒，它到底有多棒然后我们的技巧到底是怎么样？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是整个去了解一下那我必须要说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在没有的事情在台湾我们真的没有认真的打就是媒体战我们就是浅浅的过去。但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在美国让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媒体效应就是我在这边稍微有聊过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个公司的银行是矽谷银行嘛矽谷商业银行。那矽谷商业银行我们有多穷跟我们有多有钱他们是最清楚的人我们募资一结束他们第一个就知道。募资结束以后也没什么理我们，然后我们前面要跟他借个10万块美金 bridge 一下说不能借你们还不够资格。这处理一些东西也都很慢，然后罚钱也大部分就乖乖的要缴钱这样。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新闻一发布以后，他们就 concrete 就是的 email 就来了，然后呢就是一手恭喜你们，我们要送你们巧克力跟红酒来庆祝，就是这样那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就是显然没有的这个品牌这个效应是非常大那再来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落地成功我们正式成为没有的这个 cohort， 在叙述的时候角度上会不一样。那没有是有4个电视台好几个这个广播节目，所以它这个照片照不出那个感觉他当场其实你会觉得说那个真的就是媒体人能力很强，再怎么强结果他还是要买媒体新创投资媒体新创。所以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才并不代表会有最好的结果。等一下我会叙述一下我们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透过这一大堆的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是，与其说我们是在做用药安全或者是账务错误，我们有一点点像是 master of 这个 ICD code 就是这样讲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啦不过就是概念上是这样。
那我们做完这件事以后，我们这次我们野心很大，我们除了做我们2个产品的 validate 之外，我们还找了，我们跟这个 Soap Health， 还有跟台湾的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同样是台湾尼亚的 cohort 合作，我们希望我们也是 master of 这个 prescription， 就是 AI enabled 的这个 prescription， 意思是说，其实这里面的 data 都很 messy， 你要怎么从里面的 data 找出有意义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平常就是知道该怎么去凑这些资料的这一个过程，没想到从国外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觉得这很 amazing， 就是不可思议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觉得 prescription 应该也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希望也可以做这件事。那我们在我们希望这次就在没有pilot site成功。目前看起来真的就是都照着我们的目标走，就是我们找到的东西，对方也很有兴趣，我们讲的东西对方很有兴趣。那顺便推动一下，我们 Brigham Women 要落地落很久了，一直落不下来。那希望就透过这一次一起落地。那算了一下，没有跟 Brigham Women 加起来就100多家医院了。我记得我们算过，就是3年内如果100家医院，我们就是100个 million 出场。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幸运的就把它做完。好，那谈一下资料的成本。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在没有这次的这个成本就是$20万嘛。那$20万大家觉得很贵。我们买过 CMS 的 data，CMS 的这个RIF 这个等级，就是跟那个健保的这个等级一样的这个成本，大概是1年$18万一个 seat。那总共 CMS 有多少病人？4000万个病人。门诊只有诊断。然后 Medicare Advantage 才有一些相关的处置跟用药，大概占多少呢？占不到5%。也就是说，它的资料就是被阉割过后的资料。那 MCEP 的成本就是$20万，5个 seat， 给你一大堆的东西。300万病人少了一点，不过它的这300万个病人的资料其实非常完整。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 AI 示范计划，健保的这个2300万人的这个每日上传的资料，目前因为这个健保署的这个computer power 不够，所以如果你要存取检验跟检查报告，它只给你存取10%，加起来是多少？也是200万人。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检验资料去跟它比的话，台湾的资料还不如这个没有的资料来得多，而且这300万人是30年的资料，那台湾这个健保上传其实才上传大概3年左右而已，5年左右而已。我们讲一下我们自己的那我们就是要处理医师跟这个 coder 之间的 gap。那诊断码已经是一个病人安全问题，它已经不是只是账务相关的问题而已。那这边也很快速的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健保核删率在美国住院是11%，错误率或者是漏码率大概20%。一个是被退钱，一个是你少收钱，加起来的钱很多。那我们当时在 offer 的角度就是没有钱买最好的系统，有钱聘最好的人员，还是会产生这2件事情。目前看起来确实就是这样。那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呢？讲完第2章再讲。那第2件事情是，目前美国的这个保险制度被推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在 DRG 里面都是一定要主诊断跟并发症嘛。那美国就是重视次诊断，就是一大堆慢性病的次诊断，然后先天性疾病的次诊断，现在变得都很重要。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 CMS， 我 coding 已经 coding 20年，我只会 code 主诊断跟这个 CC。你现在突然要跟我讲说你要 code 次诊断，我就是不太熟悉，所以我不太熟悉，我的软体还没有办法支持，它就产生一个 gap。这个 gap 我们现在进去就刚刚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些 off-level usage 的一些案例。那第2个部分是现在要求门诊全部都要做编码，所以我们认识的，我们现在在美国聘的这个 coder 是这个 part-time coder， 他们说他们的医院30%的 coder 在做门诊。那以后如果我们台湾的门诊全部要做 DRG 编码，大家可以想象那有多恐怖嘛。荣总长庚一天有1万个病人，1万本病历光要全部都丢到那个就已经不得了。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
就是把这个 coding 做好这件事情，要在无形中不影响医师的时间的前提下，在第一时间在医师眼前就把它做好，这就是我们的假设。好，那这个假设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台湾的医院接受度现在已经要到达60%到70%这么高了。好，那这是 off label 的这个案例，这就细节就不讲了，就是我一样的一个药，我在男性一般的科别跟女性如果她是待产，它的这个应用的诊断是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药呢，它本来在这个药厂的访单里面，它就是告诉你有一大堆的适应症。那我们过去没有 AI， 就是你推荐的诊断就是哇，每一个全部都不一样，跟我科别就是毫无关系。那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大数据的方式去推荐给他最有效有意义的诊断。好，那这个是我们很爱讲那个 rosacea 的案例所以门诊在住院都有。好，这个是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360几万病人，来自115个系统，5个主要区域。clinical note 的部分大概5亿多笔，然后剩下东西大家自己看。然后这个影像的报告大概就是差不多将近1亿笔左右。那诊断码，我们看到这边一大堆的这个诊断码，其实就是看到整个几十年来的一个历程，然后 ICD-9 啊、10 啊、CM 啊、SNOMED 啊，然后在 Cerner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然后 Epic 有一段时间，整个住院病人加起来大概是85万人。OK， 好，算很多。那出这个门诊病人的话，大概是8900万人。所以这边在讲的是 ICD-10 的部分。太久以前的其实就参考价值不高。好，那我们目前得到他们给我们的回馈，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那个，我们才8个星期已经烧了6000多块美金，光流量费，每天都烧大概100-200块美金这样。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一梯大概就是是多少钱呢？0点多啊，反正就是我们那个跑的流量是很恐怖的。那我们也在做一件就是 MCP 的 cohort 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 VM 里面自己建资料库，因为如果不建资料库的话，我光这样来来回回我要浪费的钱不知道有多少。那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定一大堆的这个 whitelist 啦，还有一些设定的等等一些相关东西，要安装资料库很不容易。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忙他们把这件事情突破。那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快进入状况，大家看到一下，第一天是几号？8月1号。我们8月1号人还在那边开 conference， 我们已经开始在跑资料了，这个迫不及待赶快开始。从来没有看过能量跟使用量这么高的这个团队。那他们其实已经在帮我们连接他们的 venture， 还有一些其他的单位，希望后面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合作。那另外我们的 mentor 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切入一个很重要而且没有厂商提供方案的领域，他是内科医师，所以他的角度就是我开的药就可以一定程度呈现我的诊断，为什么一直没有厂商有解决方案做这件事情？这个很有道理。好，他要签很多的 agreement，那最后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美国co-founder的这个角度下，抓到他们一大堆问题，每一项他们最后都让步了，所以不要觉得就是最好的医院的协议就是完全可以接受，还是要仔细的看。好，以下我们就停止录影。OK， 好。OK， 好，因为这个不断的在调整方向，也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并不代表一定会成功，还是要很有兴趣的，很乐在其中的工作的这个把事情给做完。这个是没有兄弟的这个办公室，他们还留在那个地方，你就一看就知道，就是说就是小小的办公室挤在那边，然后很努力的工作这样，那没有兴趣就没有办法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谢谢。我希望留尽可能多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啦。那欢迎大家发问。大家除了我们的这个教父 Jack Lee 到了，我们也有一位贵宾是吕中学老师，
他是台湾真正这个 ICD 的 master， 因为他在成大协助，其实卫福部一直在做有关疾病编码。那后来他也去当了那个台中市的卫生局长，后来回到成大。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呼应一下刚刚讲的，就是刚刚说，那个 Jim， 你刚刚是不是提到 John Helemka 说2030年以后就都是 telehealth？ 对，那前几天那个我们王必胜副部长、常务部长、次长啊，他说要弄一个那个台湾的医院要弄一个统一的平台哈，国家队哈，那我是最怕国家队了哈。因为什么东西国家来搞都会搞砸哈，那所以一套系统给全台湾医院用，这个事情已经有起码100个国家各试过100多次哈，也就全世界可能试了好几万次，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哈。那我们也可以再试一次看看哈。不过那个400亿之后，就会有医师跑去蔡英文那边敲门说，总统不要再干这种傻事哈。那对，不过呢，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王那个次长或者我们的现在的部长我们的学长呢，能够提出愿景，不要提出什么国家队，拜托提出一个愿景。2023年，人家说油车不要上路，我们说看病不要上路，可不可以啊？那提出个愿景来嘛，那当然你需要去医院做手术啦，这个介入啦，那我觉得 fine， 但是。如果能够不去的，能不能就不要上路，好不好？那如果能够有提出这样的愿景，其实很快就会。当然，对不起啊，跟 Jim 这个事实上没有很直接关系，但是有的那个，那下面很多 infrastructure 自然会变成有需求，有这个 ecosystem 跑出来，而不是讲个什么一套平台大家用。这个是我1995年回来台湾的时候。台大医院已经试了10几年，要把他的一套平台给全台湾用 ，OK， 那就当然不成功。那所以千万不要再来一套平台大家用，或者什么医疗资讯国家队，这听起来就很糟糕。嘿，对，不过我觉得没有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了哈，就是说让我们，因为我也用过 Brigham and Women 的系统，就是 Harvard 的那套系统，那不是 John 建的 ，John 是另外一套，他是 Beth Israel 的，对，他比较是 Beth Israel 那边的，那我用的是 Brigham and Women 跟 MGH、Mass General 一起的，那套系统也是一大堆 data 可以用，不过非常非常难用，就是你要 get credit 到可以用大概要2个月，就我去那边，那坐在那儿搞了2个月才开始可以用，用了之后呢，要申请资料下来，又要这个那个，还要钱，然后申请资料下来又要再2个月，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没有把很多障碍都打破。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也还是蛮困难。我们的那个 onboarding 啊，就是他们是外包，那个整个 No Machine 相关的东西都外包给一家公司做，这样。我们这么熟，我们 onboard 都 onboard 了4次才成功，这样。那所以找到一个就是够完整，然后够大的那个云的那个，其实有一点点重要。刚刚跟学长有聊过，这样。呀，因为这个许明辉没有做好主持人角色，因为我来还是想听听你们是怎么训练他的，或他怎么，因为我们是教学，还是希望说你们是怎么教出一个可以去美国啊？那个是你要自己讲，还是你来帮忙讲？我先介绍，因为我是的确没进职，俊是我们北医的医资所的 master， 但是他因为跟着那个李老师到阳交大那时候的阳明大学拿到 PhD， 不过他是我们那时候应该是最年轻，万芳医院那时候是那个医学中心的时候，他就是万芳医院的资讯室主任。那我想他应该这个等一下那个会请老师补充。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在医院他有非常实战的经验，在万芳医院那个 scale 还比现在还稍微小一点的时候，接着他就到业界去了。我其实是有一点被他害了，因为他到业界去，所以那个 Jack 要我回万芳医院，我去接他的资讯室主任。那他在业界有非常好的经验之后，最后有这个机会，那在那个老师再请他回来，再 lead 这个整个团队。我其实中间还有创业过。
创业有赢得了工业银行的创业比赛，那时候公赢的100万还是多少钱？创业比赛，那时候他就是做 HL7 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专长很深。后来你又去美国，去这个 Washington 新双语那边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George Washington， 这个有3个都是有 Washington 在里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C 的那个哈，那去那边也接触了大数据 Seer 啦，这些癌症大数据，然后后来又进业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业界做的是比较是影像的部分哦，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训练，是他真的 career 就很棒，所以那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那他刚好那时候觉得他做20年已经做的大概他那边已经都做到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再回到他当时的年轻时候热爱的 HL7 这种医疗资讯的，所以刚好，其实也不是我们学员没有办法鞠躬。就是感谢再感谢这样。那我可以把它拉回来一点点嘛？就是刚刚提到那个门诊，就是远距医疗这件事情啊，台湾的刚说到那个台湾的数据啊。除了那个每日上传是台湾数据里面算是有价值的之外，台湾的门诊次数远比美国多很多，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off-label usage 没有这么高品质的门诊资料，就是医师直接打，然后数量这么多，其实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的这个优先不会超过3年，因为大家现在没有说他现在70%都是在家照护了。那在家照护之后，它那个数据的量会成长得非常快，他们的 wearable device，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 leasing 给这些有一点点像 nursing home 等级那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也从那数据里面看得到一点倾向，那 vital sign 这个大爆发，所以我们的优势不会太久。也就是但我是讲也是相关的，就是上次那个Harvard 的 Medical Informatics 的那个系主任嘛，哈，就是这个 Zach 他在讲，他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演讲，他说，因为这些数据大爆发，所以很多大数据公司跑进来玩这些数据，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有一家新创公司就跑来跟他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医学史上都不知道的事，就是呢，半夜4点钟呢，病人的白血球会特别高。然后那个 Zack 就说，哦，那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哦，他也是医师，然后医生当那么久，不知道半夜有这个白血球高的问题哦。那结果他就回去看他的数据，发现半夜的数据都是急诊来的，因为你半夜你要去看什么，你只能看急诊嘛，哈。那而且是万不得已嘛，哈，所以当然急诊数据白血球比较高啊，并不是因为半夜血球容易高，是你白天量的时候比较正常的人在量，晚上是，所以纯粹看数据有一些陷阱啊，就是说所以如果 vital sign 越来越多，其实是 real time 的这个 manifestation 的 phenotype 会越来越容易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我总是觉得如果台湾能够真的去 Mayo Clinic 学一点点就好了哈，不要学很多，就学一个1% 回来2% 回来，我觉得对整个医疗体系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做什么，人家都说你们做这个好吗？我们就跟他讲说，哦，没有 clinic 都这么做啊，他们就比较放心。所以那个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真的是学习没有 clinic。那至于 Halamka 本身是那个他夫人是一个韩国人。Halamka 我没有在美国见到他，我在台湾见到他是因为那个王永庆先生的那个周年的，他们都会办很大，邀了 Halamka 来。另外，因为 Halamka 他妈妈其实是就是爱沙尼亚下面那个拉脱维亚、立陶宛上面那个，他妈妈是那个国家，我在那个国家，他带他妈妈回去参加一个当地的 local 的 meeting， 我在那里碰到他，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因为他身上他是急诊科医师，但他身上有一个 RFID， 跟家里的宠物一样，而且那应该是20年前吧。那他的 blog 都是在写极限运动，攀岩啊、滑雪都是极限运动，是一个非常非常，我想是真的是非常 energetic， 非常那个是不是有线上的问题 ？Grace， 你有在帮忙看？有几个，然后那因为其实今天
不太谈我们公司啦哈。那主要还是就是我针对这里面大概几个部分稍微然后就是要花多少钱哦？那做 FDA 要烧2000万，每一个主题不一样哦。那我们做这一次的 data 我算了一下，每天大概烧10万块台币。哦，大概5个月的期间这样，所以算一算大概1000万左右这样子，然后那落地要再更久一点嘛，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烧2000万以内，可以把它烧完这样哈。那我们设立的公司就是AI 要怎么落地，我们目前找到的大概还是就是硬需求哈，就是即使是像我们本来做这个用药安全哈，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账务安全，最后只要可以明确的算出这个经济效益，其实就会比较容易落地。来讲六他没有讲，我倒是所以补充一下，就是医疗 AI 新创的 CEO 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当然很多种能力大家可能知道，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teve Jobs 跟 Steve Wozniak 这2个的那个差异哈，就在台湾要找 Steve Wozniak， 就是那种很厉害的工程师啊，能够空手做出一个 Apple One 哈，那样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找，不是容易找，但是可能可以找得到一些的哈。可是要 Steve Jobs 那种把那个他空手煮出来也没有人卖过也没人买过的东西拿去卖，那有人愿意订200台哦。那个有一家那个黑根叫做啥Radio Shack 哦，订了200台，那样的人我们比较缺哦，因为台湾长期也没有训练后者这种人哦。当然 Steve Jobs 这种人在全世界都很缺了哈。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我们比较倾向于训练很好的 engineer， 比较少训练后者，就是说虽然有 engineer 能力，但是又具有很强的 marketing 的前瞻性哦。或者我刚才在看那个 WeWork 那个创办人啊，叫什么 Newman 哈，那Adam Newman 哈。当然 Adam 很有争议性啦，可是他很能够把他的愿景卖给很多人，尤其卖给那个软银，软银当然是亏了一大笔了，但是就那种卖愿景的能力的，我觉得需要这样的 CEO， 而且要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眼睛要能发亮，血压上升，这时候才是好的 CEO。 我最近眼睛发亮次数跟血压升高次数有很大幅的提升，对。就我还是关心卖商品哈。那刚刚你有稍微提到说，医生什么用你们的会很快有 code， 是已经开始在卖这样的商品吗？那我也稍微自私一点，还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是负责那个，他知道哈，统计处我们那个死因统计的是第一波要 ICD 嘛，那现在 WHO 已经今年就开始 11了。那美国也是超16还17才 10cm 嘛，那我现在也面临，那我本来以为可以慢慢拖个5、6年，结果没有想到今年2月一看，已经35个国家都用11，然后还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就发觉什么那个来报告的那个叫伊拉克还是什么，他们全部是用医院，就是医院 API 直接全都启动，然后我们死因就变成末端就直接接手，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死因先做，那它都是纸本，然后现在当然是电子档。可是医院也是到16才开始做嘛。那我现在发觉人家是颠倒，因为他们认为是医生从诊间就已经用了11，所以他后来的死者一定也会用11。哇！结果我看到人家都已经在讨论11的 DRG， 我说我们台湾到现在 DRG 大概还实施不了啦，那个医界的反弹哈，所以。因为我看你好像对 coding 很那个，我这跟我们现在是很头大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也不知道说，那时候我们在推 10 的时候，也是有想要去说服医院去用那个人家一个比较准的，因为他现在都用 9去转 10， 就会有一些落差嘛。我常常举例说，这手拨电话跟那个无线电话，你要用手拨去对，就绝对对不到。可是那我现在就很看到你这个好像就是会比较准的这个 coding 哈，那
我也不知道你听美国是怎么样，他 11我看他们也不太可能那么快吧，没有人在谈，没有人在谈了哈。那但是至少说你这个商品是要卖给医院，医院你看我们台湾 coding 会想要很认真吗？他好像也可以去 manipulate 说比较高的嘛，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说真的跟有获利的，好像就像你讲，最后还是要获利啊，就是说卖的人这个 marketing 到底要怎么卖啊？好，就讲一点点，然后那我们有实际上线医院的状况，然后是医师直接在用，现在大概差不多是昨天听一位医师在 present 他其中一个 grant 的启动报告，大概已经到60%多了，就是医生真的有在用。那有曾经用过，他就是用选的，就是那你如果直接是从这个画面上去直接从画面上去选这个就像在这个地方，我这边这样子可以 OK，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你在直接打诊断的时候，就是这边就有可以选的这个 ICD。那我们都很努力的让所谓的 DRG 的观念都不要带进去，就不要让医生觉得自己在 coding， 而是在选诊断码的时候让你很方便而且很精确。就是对，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起步是我们是从用药、检验、处置这些，所以医生连 Chief Complaint 都还没打，我们就已经有诊断的建议了。那他打的时候，我们会 refine 他，这样。那所以这里面的文字也做。那我们的角度是我们不是 NLP 的专家啦，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我们可以直接选说你们要用 IQVIA 啊，用 Google、用 Amazon， 随便给你选。好，那每一家各有各的优缺点。那我们的角度是我们一定做不过 Google， 所以我们就不要自己做。就像你 Google 在做 search， 对。那文字的部分，现在大家只要是这些文字的东西，其实都是 ontology 之间的 mapping。他们现在都抓 UMLS 或者 Snowman。那所以那现在还有什么 IMO， 它也有很细的。那个 mapping 出来的东西，其实以后不管是 ICD 多少版本都一定可以弄，因为它细致度很高。那你只要最后是往那个最语义的概念去 mapping 的话，后面从那里再去 mapping 到其他的 ontology 就不会有问题。好，那我们但就是说，你实际上是真正的 big data 在 mapping 的时候，一定还是会有一点点时间的这个延迟，那就是阵痛一段时间。我们不太觉得那是一个问题。那说你现在是要 marketing， 是要说服医院买你的这一套吗？我们其实就是医生在用我们的系统变成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一个产品，对，那这整个产品会带给医院明确的营收效率。我们算出来的结果，第一个当然就是医生用了效率就会变好嘛。本来是没有缺乏的诊断，要在后面由 code 看完40几页的病历以后转换成 coding。还要去问医生说你要不要把这一段话加回到你的病历里面，因为你遗漏了。那现在这一段全部都跳掉，而且我 coding 都是住院，都是台湾目前没有门诊。那美国门诊已经有30%，刚刚有提到。那我们做出来的算出来的这个抓到遗漏诊断造成这个你本来补漏缺口的那个营收可以差到5% 以上。那我自己亲自也看病例，我们台湾养了3个 coder， 美国养了2个 coder， 目前看起来是改善空间真的非常大。所以这个领域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经营这样。不过这个是一个费用问题，但也是一个病人安全问题。对，因为当你诊断是乱打或者打一个错的诊断 ，continuity of care 就会出问题嘛。你下一个接手的人就说：“这是什么诊断？这个到底病人是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们常常那医师因为不熟悉这些 coding， 所以他不太愿意去真的去打那些像我做医生那么久，我到现在我要打诊断呢，ICD-10 还是常常打不到我的诊断，打得气得要死啊。最后还是打一个皮肤炎啊，什么皮肤其他疾病，就是找不到我要的那个诊断。我很想要把它打很精确，可是过了很 frustrating 的10分钟后，我就捶桌子，然后我就不打了，就是这样。
所以到现在还是有用药以以后就会比较精准。对啊对，有这样用药以后，我们门诊有用药推荐诊断，但是没有跟保险去做什么整合，因为台湾的那个门诊就就论件计酬，没有那个不就是 fee for service 没有那个。对，那我们刚说到那病人安全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最近刚看到一个案例，外科的那个住院病例。那外科住院病例其实他这个从过去的用药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其实有那个就是肾跟肝方面的问题。他诊断都没有打到，台湾也没有在维护 problem list， 然后就 country media 就打下去，然后去拍影像。那这就如果你本来医院现在系统几乎都有做那个病人安全系统，会提示说你有肝肾问题的要注意，那你没打，其实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系统这个警示，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个明确的这个病人安全问题。好，那这边提到说直接做在 HIS 上面吗？台湾的 HIS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用药安全系统上 HIS 真的就是比较难，我们有用很多不同的策略，就是用这个screen scraping 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整个 hacking 到它这个底层系统的策略，要不然就是医院要给我们这个 API。那我们编码这个系统比较好上，编码系统因为那个健保现在有做每日上传，你把每日上传的东西给我，我几乎就可以跑出80-90%的这个正确率的诊断，所以这个后面编码系统就相对比较容易上线。那在美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平台商大概前10大的 HIS 全部 file 都已经上线了，这样子。美国的市场是真的是成熟的，或者我也要这个网络上搜寻得到的是这个龙执行长他在当万方医院资讯室的时候，那时候两岸还没这么紧张，在中国做了一个 HL7 的这个演讲介绍，而且他们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到现在在网络上还搜得到，所以这个不过呢，其实 HL7 最喜欢讲的就是几条 curve V2、V3， 然后那种 curve 都是低低的，可是现在 fire 是对冲上的，所以我想这真的是10年磨一剑，野火燎原，是野火燎原，是那个我想那个非常谢谢龙执行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如果有需要，大概如果有问题要再请教龙执行长，我们在私下用 mail 的管道，我们是不是就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谢谢龙执行长。